看到我的背景，大家就知道我又跑来哪里了。对，我的内围重置版第3集，已经拍第3年了吧？我记得我应该是拍第3次了。对，然后今天稍微看起来人比较多，我上次有点太晚来，好像到11点而已。所以今天就在带大家看看这个内围市场啊，经历过3年之后的变化。那个前面2个你要会介绍，这个是39年的，像他这个电话号码396的，这个就比较后期了。哇，那个老板超级 nice， 他跟我很认真的介绍。前面有带到一个是什么？民国39年的报纸，我不懂古物啊，但是我很喜欢，然后价格也蛮甜的，我自己觉得就我的能力范围。但是对，因为我今天就是大概1000出块来而已，对我就先逛，先不买，不然我现在才刚进来，马上结账，等下就没钱看别的东西了。然后我觉得我已经突破了那个拍片的那个 bug 啊，就我以前会不敢拍人家，但我其实发现直接问就好。如果真的有什么想拍的，就直接问他们，他们不要就不要。因为他刚刚那个老板是说东西可以拍啊，不要拍人，所以我就拍东西，他有过来跟我介绍，然后价格这一块大家来自己去跟他拿捏啊，真的，因为这个市场好玩就在这里，你自己看到喜欢的可以跟他谈价，对，然后刚刚价格是蛮甜的，所以但我已经输了啊，因为我刚刚问完之后又走掉，所以我已经输了。然后又来到我最喜欢的这一间，这种铁皮车，这个应该也价值不菲。但是如果家里放一台，如果你家够大，放一台这个，干超漂亮。但这边是这一边是在内围最里面，还是我觉得它算古董界的精品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来，可以进来内围市场，最右边走到底。这件我很喜欢，我几乎每次来都会稍微看一下。我觉得我可以找一些家具，然后其实像这边都是木头。我家其实有一些，就是像我那个房间是架高床板嘛，就可以来这边买木头，把床板下面的洞封起来，不然踢盖一直跑进去，每次都要刷出来洗脚什么的。这个也不错，就是买一些板材，如果很便宜的话，而且应该可以找到好木头啊。如果大家认真找的话，对，我这个时间来的比较刚好，现在时间大概是10点左右。然后我过了第5看，它的营业时间是到11点。其实那种小茶壶，就家里摆一些在附近，对不对？每次的感觉都一样，就很多会让你为之惊奇的感叹当时的年代的一些小物。主要是我想要找一些摆饰啊，有看我直播应该知道，就是我的直播背景啊偏空旷啊。对，我还要找镜子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给人家试衣服的镜子。准你俩来缅甸衣服更屌哎！后面这个好像是在竞标那种缅甸玉，我听到那个我觉得很酷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水太深了，我还年轻，我太年轻了。这个很酷，但是这个感觉挂在家里不太吉利。哦，这种应该是油灯吗？这种油灯感觉蛮酷，就是不太安全啊。但是假设在安全的情况下用，其实就还蛮有氛围的。然后这应该都是金属铸铁的壶，蛮酷的。对，马上就看到一个感觉什么50年代的脚踏车，这台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买回去摆饰的，就是可能一些餐厅这边还是烧不知道什么船呢，所以再来这边要注意看很多角落。主要是我今天来想要买摆饰，对一些摆在家里的东西，可能我觉得海报就是不错的选择，就是挂在我后面那些比较空白的墙啊，或者像因为老房子嘛，难免都会有一些壁癌坑坑洞的墙壁，所以我想要买一个可能比较大的东西挂在墙上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不敢挖的挖宝区，但这边好像也是有老板的，所以如果认真要挖要搞什么，应该也是可以有点东西。这个靴子感觉很适合冒烟的脚的装潢，这就很酷。像这个达斯尤达放在家里就很酷。这个不是说望远镜，是什么狙击镜？这个也太酷了吧！这个应该是一个相机专门的工具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东西，但就是它应该是可以接快门线，然后拍照的，蛮酷的。这个枪的造型。我这一部片是在我闪到腰的隔天拍的。可是我进来之后，我整个忘记我闪到腰了，而且我觉得这边的好货真的会越来越少，因为我刚看到一大堆外国人，我少说看到4个外国人。我从第一次来是1个外国人没有，到现在开始一堆外国人。当外国人变多，这边的东西可能真的会越来越少，因为外国人应该会对很多东西有兴趣。其实我有点紧张，我有一次是在凯旋跳蚤市场嘛。我就是这样拿着相机，然后走走看看啊，拍一拍什么，我就被一个摊位骂，我说不要拍这样，所以我其实很怕我现在这样拍会冒犯到人。但我希望我的角度尽量是抓在我自己脸上，除非我有什么想要介绍的，我会先问店家，然后再拍。除非没人我就直接拍嘛。对，我很抱歉，如果有冒犯到任何店家的话，我很抱歉。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些小物。
好像是卖爱玉，但还有红茶。然后我现在口又很渴，我就买了个红茶。是清爽的红茶，味道比较淡，就有点像便当店的红茶，20块这样一杯，我觉得不错。所以大家有来可以支持一下，他干起来很辛苦。就这种车，我觉得如果家里放一整组，应该也蛮帅的。就我觉得内围市场的气氛是好的，因为只要你肯问，他们的态度都是很开放的，就是不含扣，你懂吗？正气凛然的一个市场。刚刚那一间的那个小车啊，我觉得很酷，但是它应该是再制品，因为它的翻过来看其实都很新，它不像是保存的很好。因为我觉得塑胶，它的背面是塑胶的，但塑胶放那么久的话，如果它是真的当时的铁皮玩具，塑胶放那么久，应该不会那么漂亮，应该会加点氧化什么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是专业的，只是我自己个人的判断。这种东西就是自己看，自己喜欢就买。很多历史的东西真的是很值得被保留下来的。然后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会在这种市场里面找到。当然真真假假自己判断，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确定是真的，然后你又觉得很有历史价值的，在这边买回去就很划算啊！你又保留了一个历史的痕迹，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就是什么照片、影片，在现在这个时代都是可以修可以改的。但是有些东西它的历史就在那个物件上面，就像古迹啊，我很喜欢去古迹，其实就是因为古迹它是没办法改的，它就一直以来就在那里，然后就是那样。这种东西就真真实实的在那边存在过这么久。那古物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概念，什么老车啊，然后老物件什么的，目前已经其实快要逛完了。我今天是真的来想要消费一下，不知道是好东西真的变少了，都被买走了，还是我今天的状态没有到那个状态，懂我意思吗？有可爱狗狗。那边也可以看到有一些铁器啊，那种感觉摆在家里也很好看。然后有一些杯子，我对杯子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执念，所以有些杯子很好看。只是说真的，我的杯子已经多到，就是作为一家之主啊，完全自己住的一个人来讲，我觉得我的杯子多到已经有点不合理的状态了。我一直记得我要来找什么东西，但我来了就忘了，一进来直接分心，这边东西都太漂亮了。这边的老板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们都比较在自己的世界啊，我就不特地停下来问他们能不能拍，他们摊位比较大，所以你就看一下背景，有一些以前的老玩具什么的，然后还有这种陶器啊、茶壶。对，我还要找电视架。对，我现在才想起来，最主要是要找电视架，因为我想要找那种落地的电视架，但是目前没有看到，说不定壁挂式的有啊。但我想要尽可能的避免我去破坏到我那个古迹的房子啊。我背后那种黑松啊、烟酒零售商那个铁牌也很酷，我也很喜欢。还有钟表维修，所以大家如果有那种老的钟表需要修，这边绝对 OK。这边的师傅肯定都是老师傅。老塞啦！我找到这个，我就想找大同电扇，这个成色蛮好的啊。它的开关，它的开关是紧的，所以代表它现在还是好的。然后我刚刚看到它的插头，其实也是正常的，就是还是有插头，所以我觉得极大的可能是这一台还会动，所以这一台我蛮想要。然后它里面还有一台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里面还有一台。好，那这个我不怕缺货。如果这一台会动，那很猛。那我可能会考虑都收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不知道是摄影机还是电影放映机的东西。这个如果家里够大，拿来当摆设，真的也很酷。这间里面感觉有很多宝物，看得懂的应该可以找到自己很喜欢的东西。大家有看到那个可乐的盒子吗？这个我不知道拿来干嘛，但我好想要哦。这个可乐的盒子，我不知道这台是什么，但看起来像以前那种彩票机之类的。然后后面有一台打字机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，然后一个应该是手风琴吗？然后另一台打字机，这个应该也是某种皮带什么在用的东西，这个就蛮酷的。可乐杯那个我全套都有。
这个感觉已经不是我的时代的东西。这个我没有看过，因为这很大。我知道以前昂阿飘，我有玩过塑胶的跟纸的啦。我不知道塑胶叫不叫昂阿飘，但类似跟这个材质感觉很像，但是因为它很大一个，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它是拿来干嘛的。可能就是挂着好看吧，因为很多上面都有穿绳子跟穿孔。这个有这个年代的前辈啊，指导我一下，这个蛮酷的。各位有看到吗？这台相机吗？太帅了吧！我觉得家里挂一张这个海报，但是不是买这种古物尽量不要买有脸的。听说的啦，习俗上来讲，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它看起来既酷既不妙，看起来有点像是吸食一些东西用的东西吗？我希望不是啊，它应该是什么科学或是做实验用的东西，很有个性。休息中借钱面谈，对不对？这个橱柜直接买了创业，直接开始卖卤味，他都帮你做好了。你看这个整个品质杠杠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有需要卤味创业的，搞一台。感觉我家门口可以搞一个这个灯诶，这个酷毙了，好不好？我正要惊叹说又找到一台老脚踏车，结果我发现它跟那个我刚开始介绍到那个欧美的应该是同一边，他们的租的店面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大间。看一下我背景这些什么黑胶唱片啊，什么铁皮玩具、红绿灯，这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从美国直接进来的。但是我记得啦，这一间应该都蛮贵的，就是魔法店里面会出现的很专业的一些魔法老师傅啊，然后它里面的那种它的工具啊、逻辑什么都是那种很复古的手感。你没有看到这一排延长线吗？这个延长线上面还有开关，然后有一个应该是装保险丝的地方。这一组真的是太帅了，它有保险丝所以应该不危险吧？这个很酷，然后还把电风扇改成台灯，这应该真的是一个老师傅在做手工的地方。它给其实很多，感觉那个钟是刚修好的，会有魔法的那种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在这里合不合法。但连这个都有，我家就是用这种家具吧，就是要用这些家具吧，用现代家具一点都不酷，做那个100年前阿公的屁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做这个才香。这个灯感觉里面换亮一点的灯泡，装在浴室，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用。哦，它是铁的，装在浴室可能不太好。这个复古 vibe， 我可能给它做个防锈吧，装在浴室应该会蛮好看的，因为我浴室要自己做天花板嘛，我灯就要自己搞一个复古风，好不好？换这种也可以，这种我觉得也不错。这应该是浴室灯的吧，看起来很浴室的。这是国父本人吗？国父本人好高好壮，又找到镜子了，我好像真的有变瘦了，凹进去了。今天的光线让我看起来很瘦，这个就不错，这个当我的汽油灯好了，然后改这个黄色灯泡，这种漂亮。这是什么蜡笔吗？它拿起来很轻，然后不太会涂手，酷。不懂，对，因为我有些地方就重复逛了2、3次，今天就是没 vibe， 你知道吗？没有找到那种跟我就是对到我的 vibe 的东西，所以今天没有做什么太大的消费啊。然后我刚进去内围市场的时候，不是有遇到一个，他有卖几张那个很 old school 的那个报纸剪下来，然后裱框的东西。我是不懂，反正这种东西看到喜欢就是要争取，任何事情都是喜欢就要争取。所以我就逛一逛之后，就没有找到什么我想消费的东西嘛，也没有找到我需要的电视架之类的。于是我走出来的时候，又刚好经过那个老板，刚好就经过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里面没有找到真的对眼的，然后聊一聊，对，他就说好，不然这么有缘，对不对？你又走回来了，再给你减100，对，所以呢，贺成交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在客厅或是哪里的墙上就有东西挂了，虽然它后面没有挂钩，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我会想要办法的，或者我就放在某个地方。贺成交，我已经连续2次来内围市场都有捡到我喜欢跟我需要的东西。好，这可能没有都需要，但我喜欢。这个市值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我买东西的概念就是这样，主打一个我喜欢价格跟价值。不在乎，就是它的价值如果跟价格不成正比，我也无所谓，因为我喜欢它就是无价的。好，那我今天这个内围市场的这个重置版再度大成功。我们要买黑松的，但黑松那个太小张了，我觉得这个大张的比较好看，满版嘛，满版就好看。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顺利的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然后推荐大家真的，不管你是不是高雄人，或者是你外县市的人。我觉得内围市场甚至有一点你特地来都划算、都值得的地方。我是来促进高雄经济、促进高雄观光的，所以我是高雄大使，希望大家可以来高雄逛一下这个内围市场。我真的很爱这个市场，有好东西可以先问我，因为我可能会想要买，不要跟我抢，不要先买走。但我就把好看介绍给你们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Tschüss。